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香港民主派议员是否应该留任1年？这个议题是个香港议题，我们已经很久没讲。我今天特别讲这个议题，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香港的局势。那么现在香港的局势是这样的，就是香港特区政府以这个疫情为理由，把这个立法会选举延后1年，压后1年时间，就是到明年9月份才举行。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地为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决议那么然后要求全体现任议员延任不超过1年时间，就是他们的任期延期超过1年时间。那么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出现了2个问题，其实是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民主派的议员是不是跟不跟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么如果民主派议员跟，你等于就是认可特区政府把这个选举延后1年的行为合理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包含了前提的一个决定。那现在在香港就出现了2个意见，有的意见认为民主派的议员应该不跟他玩，就是这件事情是非法的，不合宪的，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因是因为特区政府觉得现在选这个叫什么？现在立法会进行选举，建制派一定输得一塌糊涂，所以他就延后这是一个非常无耻的行为那么然后就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做这件事情。特区政府实际上把所有的政治资源都赌在了这件事情上面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当然有另外一派的人认为我们不应该离开议会，因为如果我们离开议会的话，后果很严重。因为特区政府会利用这个民主派议员全部不在的情况下，因为你不跟的话，那么议会里面只剩下了建制派建制派就是亲共的议员，那他们想通过什么法律就通过什么法律，那后果也是很严重现在的情况就是有点两难。这个两难的情况有一个具体的情况大家要知道目前立法会66个议员，其中有4个议员被叫什么 DQ那么实际上剩下了66个议员。那么66个议员，民主派占1/3，那么建制派占2/3，所以实际上不管是投赞成票还是分组点票，那么这个建制派都是有人数的优势，也就是说他们以现有的席位，建制派是可以通过基本上所有的议题但是在一些重大议题就是说他需要立法会2/3的票，他才能够通过这个法律的时候，他就过不去，因为他人数不够那么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这里面的问题是但是他也有可能做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不是把这个人数凑够70个人，就用各种手段就是用人大常委会的身份来做一些指令，让这件事情发生有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如果民主派的议员不在议会，政府是有可能在议会里面做他们想做的任何的动作，因为没有民主派在中间阻止他们。这是一方面的意见那么另外一方面的意见就是
主要是年轻人啊，主要年轻人是认为，第一，延期的这个行为本身是违宪啊。如果你认为它违宪，那么它延期这件事情，你就是把议员的任期延长1年时间的这件事情，你就不应该支持，这是第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实际上它是一件事，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民主派的在议会里面的斗争其实是没有阻止任何政府过去一段时间想做的事情，全部都没阻止到啊！你看这个像当年争取88直选，到后来07、08年的双普选，然后挡住这个23条恶法等等，你到现在一系列的事情啊，你可以看，包括港版国安法也通过了，连国安公署都成立了，就基本上在议会这条战线，民主派的议员并没有守住这条线，啊，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那么现在连特首连三权分立都不承认，如果连三权分立都不承认，如果你还在议会里跟他玩，这就等于什么？等于支持他的前面的合理性。所以年轻人大部分都认为不应该去这一年任期不应该参与啊，这是另外一派的意见。我今天也想说说我的意见啊，因为这件事情兹事体大。我看到很多的香港的朋友的意见啊，有很多的意见，有想得非常深、非常透的想法啊。我讲讲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啊，我提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影响香港政局到底是什么？就是说，对香港政局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什么？有3点意见。第一点，香港立法会是决定了很多法律的地方，是一个立法机构啊。那么很多的香港的运作都是要通过立法会来进行啊。但是其实你宏观的来看，香港的民主派在议会里面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啊。虽然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这个是难能可贵，这没有疑问啊，但是问题是，香港立法会民主派的议员的人数不够，就算他进行全面抗争，他对这个他只能影响他的进程，其实并不能影响他的结果。这是第一条，就是民主派在香港立法会里面的他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影响香港的政局的因素并不在香港。大家看一下啊，罗冠聪在欧洲抵制王毅的行动非常成功。实际上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这些成功的影响力非常的大这个影响力非常的大，它是为什么会影响力这么大？因为影响香港政局的因素并不在香港，而是在国际层面。其实最根本的当然是在中国跟美国之间中美之间，但是其实现在还有英国英国的角色也非常重要，欧盟的角色也很重要，甚至日本的角色都很重要。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影响香港或者决定香港政局的因素并不在香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过去1年多的时间
北京对香港做出的各种行为都不是在香港层面进行的都不是在香港，都是在北京层面进行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个行动，其实真正的改变了香港。所以我们从这3个角度来看，影响政局的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国际因素，北京因素、美国因素、欧盟因素、日本因素等等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对香港的影响比香港本身的影响大，这是第一条。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共最怕在香港发生什么局面？中共最怕发生的2件事第一件事，他想要做的事情做不到。你比如说港版国安法，在港版国安法时期，他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美国出手。美国那个时候一出手，港版国安法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往下走呢，往下走就翻脸，不往下走呢，我这事办一办，我还管不管以后还混不混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觉得川普总统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没有伸手，他没有去干预，没有干预，中共就把这事给办成了。所以他其实中共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他想做的事情做不成，他后面他就没办法混了。就像这次一样，他最怕的局面是什么？你想一下，他对中共来说最想要的情况是什么？他最想要的情况就是，一方面他把他想做的事情全做完，另外一方面，香港这个局面还维持住。香港这边维持住，我把我该办的事情全办了，这就是最想要的效果，这中共最想要的效果。中共你把这件事情翻过来，这就是中共最怕的局面是什么？就是要么我办的事情办不成，要么我把要办的事情办成了，局面没了。局面，什么叫局面？就是香港现有的稳定运行的局面没了。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一起掀桌子了。大家一起掀桌子，这是中共最怕的局面，这才是中共最怕的。所以你想一下，第一个，他为什么要延后1年？延后1年的原因只有一个，我会输就不让它发生。我延后1年，我在中间做各种手脚，在做各种手脚之后，我再来跟你们选，我就觉得我会赢，这是中共的想法。但是你延后1年，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如果香港对这件事情不进行全面的反抗的时候，我延后1年就成功了，然后我不仅成功了，这些民主派的议员全部跟着我一起延，挺好，我这局面维持住了，我维持住这个局面，我就能在国际社会上说什么？说我挺好的呀，我该办的事情全办了，你看香港人都支持。这就是中共想要的局面，这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中共最怕的是什么。第三个，我们从更大的范围来看香港的这个议题，你会知道有些事情已经失去了的是回不来的了，你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就像你想一下就是说在过去1年的时间当中，香港人的反抗，其实香港人坚决的反抗是改变了目前这个力量对比的一个关键性的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最后美国参与了，美国参与到香港这件事情当中来。那你要知道，从更大的范围上来看，香港人不利用现有的国际局势来影响香港的政局。香港本身的力量太薄弱，他没办法对抗，警察在他手里，武警在他手里，军队在他手里那年轻人反抗，但是反抗的力量是有限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政治力量。
这个政治力量来自哪里？来自国际层面。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视野拉开来看，如果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立法会议员，他们有认受性，他们有合法的身份，以他们的身份来反抗不一样，而且他们要在国际层面去发声，去发挥影响力，去和全世界做工作，就不是一个罗冠聪在那做工作，就是这个国际线要全香港的民主派的议员全部都来做，这件事情的形式就不同。所以我认为，我的看法，我的建议，民主派议员不要去延长1年的选期，1年的这个任期，因为你要是跟他玩，你就是帮他维持这个局面，你就等于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合法的。你为什么要去证明这一点？我觉得证明这一点是不对的，而是应该以现在为时间节点，大家全部都开始走向掀桌子这条路，大家一起去掀桌子，把这个局面破坏掉，去证明这个行为是不正确的。这大概是我的想法，所以我提供一个这个参考，请香港的朋友参考一下啊。就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视野拉开来看，用更大的范围来观察这件事情的走向。就罗冠聪在澳洲的最近的这个表现，其实可以非常非常清晰的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国际线比本地线更重要，影响力更大，它对整体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啊。所以我就大概就说这么多啊，我就不车轱辘话来回讲，我今天就把这个议题讲这么多。我想再讲2件事啊。第一件事情，之前有个新闻说这个成龙的在北京的房子被法拍啊，然后就有各种解读啊。我看到了一下这个新闻，我跟大家顺便今天就用一点时间把这个成龙的这个豪宅被法拍的这个原因说一下。北京的这个法院的文件显示呢，成龙在北京的2套房子被法院法拍啊。那么这2套房子这个起拍价是7000万人民币啊。原因是成龙买这房子买了10年没办房产证，而这个房子呢仍然在开发商的名下，然后最近开发商欠款，然后他的债权人就申请法拍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啊。他的这个房子是位于北京市2环路东直门大街这个 Naga 上苑2号楼2号楼1001和1002，我念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已经在网上已经有了啊，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法拍的这个资料啊。9月28号上午10点钟开始拍卖，然后建筑面积是1217平方，起拍价是7191万啊，然后就大概就是这样。Naga 上苑的开发商是裕嘉置地，2006年买，然后2006年4月份，成龙用了一家公司的名义，叫中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3300万买的2套啊，3300万买2套，现在已经可能得值过亿吧7000万起拍，肯定是过亿的了啊，这应该是啊。然后随后呢，这2套房呢，成龙是用这个公司的名义买，然后公司的名义买下之后呢，他们自己家人住在这里啊，林凤娇、房祖名
在期间都交了水电煤气啊，证明他们是在这儿买。但这10多年呢，中泰国际呢没有给他们办理房产证。没有办理房产证的原因是在哪里呢？没有办理房产证的原因，先说没办房产证，然后所以他的房产仍然在裕家置地的名下，裕家置地涉及债务纠纷，他们的房产被强制执行，所以正好成龙的这2套房就在查封范围之内啊，查封范围之内。然后成龙呢，他的这个公司呢，就向这个北京中级法院申请停止对2套房进行这个强制执行啊。那么法院也判决了，停止对房屋进行强制执行。到了今年6月份啊，那债权公司不服，向高级法院起诉，撤销判决。然后呢，北京高院呢就认为成龙也有错误啊，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件事情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成龙没有办房产证，是因为，所以呢，这个房产仍然在这个开发商的名下。那么成龙没有办房产证的原因是什么呢？成龙没办房产证的原因是因为他用了一家境外的公司去买这个房产，而这个境外的公司呢，在本地没有公司，它是个境外的公司。按照规定呢，境外公司不可以办房产，你必须在国内办一个分公司，然后用分公司去办房产就可以啊。但是成龙过去10年他没办，这个北京高院认为呢，就是成龙的公司也存在过错，所以就因为没有办法取得房产的原因，不应该是开发商的原因，是成龙他自己的原因，所以去法拍。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没有这件事情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成龙他自己任性吧，还是任性了啊。另外，我顺便也再讲两件事啊。一件事就是最近很多网友发现梯子不好使了啊，梯子不好使的，网信办最近又搞了1个月的运动啊，搞什么运动呢？对付自媒体啊，对付什么自媒体？我就报一下这个新闻啊。对付这个自媒体主要是什么呢？做了几件事，删帖。1个月删了603万条帖，封自媒体的账号封了多少？559万个自媒体账号，冻结了自媒体的账号92.8万个，处分100万级粉丝以上的自媒体账号169个啊，终止这有新闻服务业务内容的应用程序72000个，丧心病狂啊！这个网信办丧心病狂，1个月你看，然后处置就是处分，有的封，有的罚款等等啊，处置直播平台338个，关闭直播间，就是现在很流行直播间啊，关闭直播间74000个，查封主播账号，就是类似 YouTube 类似我们这样的啊。105000个，查封吃播账号，就是播吃东西的账号，查封了13600个，这就是最近网信办干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想说一下，我是迅速的播几个大家可以知道的一些事情。赵克志，公安部长赵克志，大家记得吗？8月28号发生什么事情？内蒙因为这个取消这个蒙语教学，要全部改用汉语教学，出事儿。然后赵克志8月28号到9月2号在内蒙和宁夏
新闻已经出来了啊，就是赵克志公安部长亲自跑到了内蒙，然后他就搭上了宁夏啊，当然就避免，主要是为了避免让大家感觉他是特地跑到内蒙去啊，所以就是说去内蒙和宁夏啊考察啊，其实不是考察，就是去处置内蒙这个反抗，内蒙的这些教师反抗的事情。这个公安部长去了啊，公安部长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内蒙最近的这个抓人抓得非常的厉害，为什么？公安部长去了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做这个香港的议题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新闻节目能够更加全面啊，能够有一些全景式的这个视角。与此同时呢，我们有些关注的议题能够更加深入啊，大概是这样，好吧？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我们发现这个情绪还不错，大家还挺爱用，那我们就以后就是4个，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请进入互动之后不要聊天，尽量的简短，这样我们可以用更多的这个网友的信息可以分享给大家，好吗？好，明谢一下 Crane， 谢谢老师。有机会做一期分析一下美国2党党代会后的大选局势吗？好，我是想做啊，最近我也想做，我准备一下，好不好？周礼庚，谢谢 Ada 梁，谢谢 Patrick 长，谢谢 Ada 梁，谢谢果喷色，谢谢 Simon 高，谢谢成龙的电影很好看，成龙的为人不咋地啊，成龙呢，是个变色龙啊，成龙就是个变色龙啊。精神细腻萨格尔王，谢谢，感谢王老师为南蒙古发声，香港人加油，蒙古人加油，美西整理留言，清理两毛，辛苦了，请美西喝洛神花茶 ，OK， 谢谢啊。观点：能延1年就延1年，能延1年就能延2年，就能无限的延，就能完全取消。所以民主派不能抱有幻想，非常正确。这里面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中共在香港维持的这个局面，其实是个幻觉。这个幻觉是什么？就是说，如果1国2制没有了，那港版国安法一出来之后，其实1国2制是没有了啊，已经没有了。为什么？你看他用国安法对付所有反对他的人。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我有权利反对。如果你没有权利反对，那就已经没有民主了。如果没有民主的话，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法治的存在的话，那香港这个局面其实是不存在，这是幻觉，这个局面是个幻觉。所以民主派的议员，我认为要搞清楚这一点，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其实是幻象，其实已经被破坏了。当港版国安法一出笼一实施的时候，其实这个已经不存在了啊。观点，王老师，我和我想的一样，支持香港民主派议员成立流亡议会，不要延长任期。对，我认为不要延长任期。观点，我还是赞成民主派集体总辞，但总有些执意留下来在议会内抗争，就让大家兄弟爬山，不各自努力，避免分裂内耗，让亲痛仇快，添油香港。不过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真的很有信心。什么信心呢？香港人还是会做理智的决定，就是说他们不会分裂。我认为他们不会分裂。第一，他们现在在做很多的前期的准备的工作啊。第一，我对香港人的
这种社会意识是很有信心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会做一个，我提出我的意见啊，我提出说我认为不应该留在议会内，但是如果香港的民主派集体决定我们留下来，我也支持。为什么？我认为他们可能会比我更了解情况，我只是提供一个视角，我并不坚持。我认为他们的决定会比我高明啊，我只是提供参考，好吗？观点支持民主派议员全退。现在情况好像当年汪伪政府，不要妄想在议会内可以进行任何抗争。未来1年议会的委座性证明是周浩鼎，他的议席是超级议会超级区议会，现在区议会已经变天1年，他凭什么说有选民支持？我们现在只能靠道德力量。就是我还是觉得怎么说呢？能掀桌子掀桌子呗。为什么？他都在上面拉屎了，那为什么不选？因为这个饭已经吃不下去了嘛，对不对？观点：留任能改变恶法的立法吗？我投民主派只是无选择中的选择。现在有2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民主派留在议会里面，然后他们再做一些别的动作，现在不是有四个立法委员出缺吗？4个立法委员出缺，那么好，他把这4个立法委员想办法用他们的人填上，那就整个的香港民主派留在立法会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因为已经超过2/3，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民主派议员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幻想，就是对中共维持这个局面，你要维持这个局面，你总不能做得太难看吧？但问题是，中共吃相难看出了名的呀，他从来没有顾忌过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不要抱有幻想，好吗？提问：若放弃现有议会席次，就是要脱离体制内改革的方向，是真的要港独了吗？还有其他的方法？港独脱离体制就是要港独吗？我觉得好像还不是吧。这2个还是有点距离吧。观点提问：港府可以靠抓人使立法会民主派人数下降到不足1/3吗？个人认为应该退让，让立法会应该退出，让立法会成为瘸腿立法会。观点与提问：香港立法会其实跟很多国家的议会制度与权限不同，是局限性很大的议会制度。例如，并没有完全的立法权，主要只有监督权和预算权，没有针对行政的立法权，而且特首可以拒绝。能不能请王老师多做一点阐述和科普给网友们？我不知道你说的局限性是什么局限是什么？香港立法会就是立法会，所有的立法都在，除了全国人大解释法律以外，所有的香港的立法都是在香港立法会通过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有限立法是什么。预算也要通过其实不仅仅是预算，有很多的政策，香港政府的政策必须通过立法会，它才能变成一个政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香港立法会是你说的没有完全的立法权。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香港立法会就是立法会就是一个法院立法机构所以它的权力是很大的，它的权力非常大。为什么就是中共要在香港搞这么多的动作的原因，就是他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个建制派的席次
超过一半，否则的话，其实特区政府的运作是瘫痪掉的，会瘫痪掉的。就是说，特区政府没有任何一个政策能过得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延期1年的原因，因为以现在香港市民的意愿，现在马上选，立法会马上就会变天，立法会马上变天，整个香港的运作，香港政府的运作就会瘫痪，就或者说我们不说瘫痪，就是说他就没办法，特首虽然是亲中共的，但是特首就等于被废掉。所以不是一个有限度的立法会议会制度，它是个完全的议会制度啊。它其实香港人为什么要双普选？双普选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共中间加了一个选举会议啊。这个选举会议其中有人大代表的选举权。他加了很多其他的他人控制的选举权，所以实际上他的重点是在控制哪里？在控制这个特首的选举。他把这个选特首的这件事情和香港的老百姓没有关系了，所以香港人要争取双普选。第一个普选是什么？就是特首的普选，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立法会选举。立法会选举里面也有很多这种东西在里头，那么香港人就说你这些东西全部都不要，就只选特首，只选这个香港立法会议员，就叫双普选。香港人争取的是这个。其实它整个的架构，我们讲基本法规定的架构就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架构。就是一个典型的三权分立的架构。香港人要的真普选、真民主制度，就是不是这个架构不民主，而是选举制度本身的不民主。它就中间加了很多他们能够控制、能操控的选举，就跟在中国大陆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有限度的普选。立法会是一个有限度的普选，直选只是一部分。所以民主派他没有办法获得这个立法会的多数席位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他能操控一部分。但是以现在的民意，一面倒的民意，民主派肯定能够控制立法会。控制立法会的话，特区政府就算特首亲北京也没有用，因为他的政策都推行不下去，全部都要过立法会。所以它不是一个有限度的议会制度，它是个完整的议会制度啊。观点在国安法环境下，议会已经不能起什么作用，支持泛民退出。观点，王老师好，我第一次留言，真香港人不想看到他们留在议会，看到他们还想留在议会，很失望伤心，有可能被渗透收买。这里面不能够这样说。为什么？在议会里面进行议会斗争的议员们，他们留下来不完全是私心啊，我不能够做这样的判断啊。当然也会有一些路径依赖啊。所以什么叫路径依赖？你想一下，他是个议员，他每个月这个议会会给他一笔津贴。他维持一个议会办事处，议会办事处有工作人员，他才能通过议会办事处服务他的社区啊。所以这是议员他的工作方式啊。那他在议会里面可以对政府进行质询，他肯定拿到这个整个的资料啊，了解整个的运作的过程。他如果离开的话，如果你是个议员，你对原有的这个路径是有依赖性的，你突然离开了这个位置，你原来的路径就不存在了。那么你让他去走上街头有困难，因为他不是那个路径上的人，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当他做这守门员做了很多年的时候，你突然让他离开，
他会对后面那个龙门，就是球门，会有，我们不说路径依赖，会有一个想法啊，就是他是守门的啊，我一下子我不守了，那怎么办？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认为都是可以理解的啊，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怎么说呢？我没有看到香港的民选的议员被渗透收买的情况，我没有看到。为什么？因为他只要一被收买，他的席位马上就没有了。你觉得那么容易收买吗？你想想是不是？观点应该不配合，全体泛民退出，进去就是过去一年，一样，也是没有改变，只是帮忙衬托法案通过的假民主。观点：现在的香港还比不上台湾戒严时代，也没听说在野党会集体辞掉议员和委员。如果民主派退了，他们就会失去舞台。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这一面，你支持的这一面，你还看另外一面，就是你反对的那一面。你反对那面也是有道理。我们形成的看法不是说我有道理，你没道理，不是的，我有道理，你也有道理，我们看哪一个方案更有利而已啊。情绪，每次看香港新闻都很难过，有想哭的感觉。1995年在香港新世界酒店工作过，有段刻骨铭心难忘的恋情在香港，差点嫁到香港，不知香港的男朋友现在还好吗？是，我每次讲香港的议题，我都心里揪心的难过啊，因为这是一个几代香港人建起来的一个美丽的香港啊，就毁在他们手里，你说不难过？真的是假的啊！观点 ：CCP 在香港想做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没人能救香港，就是在立法会里议员的言论都可以因为以国安法入罪，在立法会里没有抗争的余地。立法会是有豁免权的啊，立法会议员在议事厅里的所有的言论不会构成犯罪，这是第一条啊，大家要有这个常识。所有的议会里面的言论都豁免，它都有豁免权啊。那么香港的立法会也是一样啊。观点：我是香港人，钟耀庭2次的民意调查都反映超过60%的香港人反对民主派议员接受中共人大委任。请注意，基本法68、69条，本届立法会任期只到9月30日，以后的是中共委任，不是留任。没有香港人授权是非法议会，香港人被中共剥夺了选举权，成为奴隶。民主派议员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拒绝玩中共的游戏。这是我的想法，这也是我的想法，这对啊，我觉得不应该抱有幻想啊。情况：朋友的侄子在美国研究生毕业，专业是大数据，半年内没有找到工作，回国后去国安工作，做大数据分析。观点：我在这里引用一下蔡霞教授的观点：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治权是香港人的，而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秩序、法治和自由是属于全世界的。我赞成这个观点。习包子就是那种劣根性最重的中国人，认为老婆是自己的就可以随意家暴的那种人。在我心中，包子的素质和抠脚大汉差不多。我认为啊，老实讲，主权是中国的这个不一定是成立的啊。为什么？大家想一下，当年这个中英签那个联合声明啊，中英联合声明，然后就英国承诺把主权交回给中国，但是只是大家知道，在香港只有租界是租界啊，新界是租界，就是界限街，
九龙最北边有一条街叫界限街，界限街以北是租界，99年，97年到期。界限街以南就是整个九龙半岛加上香港是割让，英国人完全不可以不给他，不还给中国，所以主权是中国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成立的。第一点，我认为并不成立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英联合声明是香港主权移交的法律性文件，就是法律依据。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承诺，中国向英国和全世界有一个承诺，是什么承诺？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度自治是什么意思？基本法有非常明确的规定，高度自治讲的是什么？那么现在中共不认账，而且把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声称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失效了。如果基于中英联合声明的主权移交的法律依据失效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主权就不需要移交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对香港主权的有效性是有疑问的啊，是有疑问的。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英国人应该去国际法庭去告什么？告中国违约。告完之后再来看这个形式是什么形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主权是中国这件事情是一个完整的命题，它是个不完整的命题，它是有变数的，它有变量的啊。问题我问2个问题：第一，民主派议员还有机会离开香港吗？第二，如果他们离开了，明年他们应该没有机会再参选，怎么办？有机会离开香港，他为什么香港人还是可以离开香港啊？第二个，如果他们离开了香港，他们应该没有机会参选，为什么没有机会参选？你不能够这样提问好吗？你问清楚一点，为什么没有机会参选？怎么办是另外一个问题好吗？观点退了，让全世界都知道香港立法会是中国的人大，只是橡皮图章，非常正确。观点，王老师说他们不可能打仗，因为中共清楚这会丢掉政权。但是就像王老师说的，他们总是习惯理性，我们总是习惯理性思维，所以别以为别人也会理性思维。但是当年胡亥生死国灭之前，满朝文武也都清楚秦军和汉军的实力，但是没有任何官员敢告诉他，因为汉军厉害的都被清洗了。中共洗脑不仅洗了平民百姓，也包括200斤。他上学的时候学的也是政治经济学，从他讲话稿能看出来，所以他可能相信他们真的很厉害，也可能相信战争转移视线的必要。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2点。第一个，谁说200斤不理性思维？你想一下，200斤一定会理性思维，原因很简单，他是既得利益者，他可以任性，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也可以愿意付出代价，但是他不会不理性，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一定是理性的，只是这里面只是有一些什么情况呢？只是他的逻辑跟我们的逻辑不一样啊，他也是按照他的逻辑行事的，他也是按照他的利益最大化来行事的，所以他会做很多疯狂的事情，我们来看是很疯狂的事情，但是在他的逻辑里面是合理的，所以只是大家的逻辑不同而已。所以我不认为就是说啊，这个不仅仅是你在这里啊，还有人在评论里面讲，王老师你经常用理性去分析不理性的行为，那我只能分析理性的事件，不理性的行为不在我讨论范围之内，而且我没有看到哪些不理性的行为，只是有些疯狂的事情你没有看到，有一些事实是你没有看到而已。其实你可以看所有的从政府到官员，其实他们都是有他们的逻辑的，
只是那些逻辑我们看来很疯狂而已，只是我们觉得那些逻辑是他们的那些逻辑是一个疯狂的想法，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你，我也不同意那些说王老师你用理性的方法来分析中共是不对的，中共也是理性的，如果他不理性的话他活不到现在。你就像红色高棉就不理性，就非常疯狂，当然他有他的逻辑啊，但他的疯狂最后变成现在这个局面。所以中共活到现在有现在这个局面，绝对不是不理性的结果，是理性的结果，是理性的行为，只不过他有些理性我们不认为他的逻辑成立啊，只是而已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说王老师的看法不对，所以因为你用理性的方法去分析中共，如果我们不是用这种方法来做分析和判断的话，那你就可以去看那些讲故事的，那就是你无法分析的话，那你就其实这已经没有意义了啊，好吧？观点 ：CCP 挟人大释法以令诸侯，堵住香港议会抗争的道路，在与军警暴力镇压街头抗争。面对国家机器，民众力量是脆弱的，必须要有国际力量的支持，非常正确。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没有国际舆论、国际力量的介入，香港人跟中共对抗，跟特区政府对抗，势单力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支持的。情绪先点赞再发言。当年看直播，香港民众凌晨冒雨迎接党卫军进驻时，心里只有冷笑，这群天真民众不看历史，以后会知道厉害。观点：其实港独也好，蒙独也好，都可以类比离婚问题。丈夫对妻子不好，妻子闹情绪，刚开始不想离婚，但丈夫对妻子拳打脚踢，那么离婚就只能提上议程。事态的走向是双方互动导致的。我觉得蒙独也好，藏独也好，不能用婚姻来比喻吧？啊，这个好像不准确啊，不准确。观点：香港成了美国钓大鱼的鱼饵，美国的目的是灭共，不是救港。又来这一套理论啊。我不同意，我不觉得美国会这样干啊？为什么？美国为什么要灭共？美国为什么要灭共？我们不能够，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期望变成现实啊。现实就是现实，期望是期望。香港成为美国钓大鱼的鱼饵，我觉得讲这个话很残忍，我不想读下去。观点：上个世纪50年代末，国际法中的 self-determination 原则已经订立，按照该原则，所有殖民政府都要让殖民地的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英国要移交主权，首先要得到香港人的同意，可是他们没有跟香港人商量，直接跟北京交易，光是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其合法性都是有问题的。OK， 非常好。提问：王老师，网信办的所作所为是不是说明大陆人民对中共不满的人数还是很多的？非常正确，其实是非常多的。你想一下，一个月删了600万那个帖，这是个天文数字啊！600万是什么概念啊？所以中共在网络上面是非常疯狂啊！观点：感谢王老师为香港、为内蒙发声。CCP 最想做的就是把中国人打散。最近我大学不少内蒙古朋友都在反思，为什么刀子会在内蒙古头上？蒙族一不闹独立，二不搞宗教极端化，就信一点喇嘛教，三生生活富裕，草原上洋官工资5000，
觉得内蒙和新疆不一样，后来明白了，因为大家不团结。CCP 就是靠分化瓦解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我们发现好多内蒙来的同学对香港唯一的印象就是四大天王。我今天跟他们讲的香港反国教是一样的，就是这样。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那点一亩三分地是恒久可靠的，有需要的话你也会被牺牲掉，就是这样啊。明谢 Jesse 蔡，谢谢 Jeff 菊，谢谢，请王先生喝杯奶茶。Kingnam Yom， 谢谢支持啊。Nice King Man， 谢谢 Hong Kong at Oil，OK， 谢谢 Mike 祝，谢谢 Ada 梁，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啊！还有黄正培，谢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阿雅，谢谢啊，阿雅。